田英一阶段残障形态很脆，只要稍微熟悉一下就可以打过，难度并不高。田英的主要难度集中在3阶段。2阶段拳脚形态，续好 buff， 金玉手挑衅一下，你过来呀！半蹲动作，红光，注意切实。拳脚的这些连续动作一定要熟悉，最好学会看他的动作姿态，因为会有变招。田英瞬移想召唤巨型法相，我们可以使用凌云塔打断，召唤法相向前方快速多段出拳。这个技能我建议是尽量闪开，不要去泄势，因为段数太多，而且频率不一，很难保证100%泄势到。对于打无伤来说，就没有必要去冒这样的风险。3阶段因为要讲的细节很多，所以我放到视频最后去进行拆分讲解，在这里就不打断，看一个完整的连续流程。田英3阶段的难点有2个，一个是近身的神经刀，几乎无前腰的攻击。对于神经刀，我们都可以通过保持一定的距离去规避，这一点对于所有 BOSS 都是一样的。另外一个难点就是田英的分身，3个分身对你发起进攻，同时还要去泄释田英的攻击，非常容易受伤。为了避免田英召唤出分身，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暴力输出打快一点，减少战斗流程，也就是减少他使用出分身的几率。3阶段续完 buff 以后，可以看到我这里继续使用金玉手去挑衅他，这个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机制。很多 BOSS 你在跟他大眼瞪小眼2人转的时候，使用金玉手就会触发他的某些技能上来主动攻击你，而且很大概率会使用红光技能。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，包括之前的2阶段以及发布的刀割鬼神抽视频，都是使用了金玉手之后 BOSS 就跟着使用了红光技能来让我们泄势。如果使用的是无名剑或者是千丝玉这样的武学，那就不需要使用这样的方式，因为我们可以远程偷伤害。但是接夫刀法有防反的存在，它就是以手为攻，让 BOSS 主动上来打你，反而对我们更优势。这里提一下这个小细节，让大家可以在实战中应用一下。金玉手之后可以看到田英半蹲转刀，这是一个顺身的7连攻击，这个攻击一定会泄势，因为你无法躲避，就算闪避的第1下攻击，它后续的攻击都会跟着你人移动。前面3下频率一致，然后顿一下开始第4下攻击，接着5、6下快速连续，第7下是一个缓慢的冲刺。我们在第1下攻击的时候就使用防御触发一个防反，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第1下攻击就使用防反。在鬼神仇里，我们的心法都是灵虫，而灵虫的接夫刀法它的防反内置 CD 是10秒，也就是说你获得一次防反之后，下一次获得防反要10秒以后。现在的版本我们可以在血条的上方看到这个内置 CD 的 buff， 可以看到现在有个黄色的图标，这个图标就是表示我们现在的防反处于一个 CD 状态，就哪怕你在防御也获得不了防反的 buff。获得的防反 buff 是持续5秒，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获得了防反之后马上打出去，而是在5秒内打出去就可以。所以我们可以提前先获得这个防反 buff 捏在手上，尽早获得 buff， 也就是让它的 CD 尽早转完，让我们可以使用更多的防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第1段就使用防御，而不是第6段。接夫刀法要想提高输出的话，就需要比其他的武学更了解 BOSS 的攻击，因为这样你才能去合理安排自己的 buff 攻击轴。因为我们知道了田英的顺身7连最后1下是一个缓慢的冲刺，所以我们可以在第6下结束以后，在田英第7下攻击时我们打出这个防反。但是我这里稍微打慢了一点应该是在第6下攻击之后我们就直接使用，打慢了所以只打到了1段伤害。因为 BOSS 就算没有
出现，但是实际上系统判定他已经在这个位置生成了，是可以对他造成伤害的。后面还有一次瞬身气链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打完气链以后，田英会瞬移到你的面前，对你进行一次刺激。田英的瞬移实际上他已经到了你的面前，只是他还隐身，我们看不到他，但实际上是可以对他造成伤害的。我们利用这个原理提前蓄力，掐好时间攻击他之后泄势，可以打到他的同时，我们还可以泄势掉这一次攻击，之后赶紧拉开距离。这里田英可能会对你进行追击或者是后退，他的这个瞬移动作是要使用一个冲刺，我们可以在他武器抬起来1秒之后使用泄势，但是这里我们不泄势，因为要最大化输出，所以我们要打防反。这里同样应对了前面为什么第一段要用防反。如果我们是在第6段去使用了防反，那可能这里的时间就比较紧张，你的防反估计就会处于 CD 之中。他冲刺之后是有一个后摇，所以我们前2下的攻击是一定安全的。第3下派生，我们身上有盾，也不怕他的攻击。当然，如果这个时候你身上的盾正好消失了，那你就要注意不要打第3段。击倒之后，我这里又摊了一刀，他起身后是一定会攻击的。如果你反应不过来，那不摊这一刀也没事。田英站立着瞬移，从远到近，这个攻击是一个刺激接2下脚踢。虽然前面说田英的瞬移我们可以提前对他造成伤害，但是这个技能又无法提前对他造成伤害了。这个肯定是设计者的问题，他每个技能的匹配时间都不一样。但这里呢，我们也同时注意到田英身上的真气只剩下一小管，也就是泄势1下就会气结。那如果我们第1下泄势的话呢，我们就需要去蓄力打中击。如果我们想输出最大化，那最好就是有一个防反 buff 的情况下让它气结。那我们就第1下选择防御，蹭一个防反的 buff， 第2下再使用泄势。打到第3次派生的时候，当刀触碰到 BOSS， 我们就泄势取消后摇，摊一下普攻，再使用处决，让输出最大化。这里可以再摊一个金蝉腾跃之类的奇术，但是我们的 buff 时间快没了，最好是先续 buff， 因为重新加 buff 的话呢，需要耗费的时间更长，我们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。求稳起见，还是先续 buff。半蹲转刀又是瞬身气连，我们还是和第1次一样的处理。第7下攻击，我们打他2段伤害。然后蓄力，等它消失之后就攻击。这里如果你还没打死的话呢，后面就灵活发挥了，应该差不了多少血量。说起来，其实这个3阶段就是暴力输出，让它不出现分身，感觉就有点像逃课了。想打得更快一点的话呢，可以带毒天弓，毒天弓可以加快 BOSS 的真气削减。我是因为做视频，所以不用天弓，而且天弓有一个问题，你使用了天弓以后啊，就屏幕上会多很多特效，会模糊你的画面。建议是在比较熟悉 BOSS 技能的情况下再去使用天弓，不然它这个特效干扰你可能打起来会很难受。我是反馈过很多次了，希望减弱这个特效，或者是给玩家一个选择，但是官方并不理，所以你们就看自己习不习惯吧。反正有天弓肯定是打得更快的。最后还是说一下，如果田英召唤出了分身，应该怎么样处理？先加一个盾，提高一下容错。分身下来以后，我们站到中间这个分身的位置，使用陌刀的特殊技，可以控住3个分身。田英从分身下来以后，每隔5秒会在你的正前方出现，顿一下之后对你进行攻击，所以尽量让你角色面对的正前方处于你的视野之中，不然你可能会看不到田英的出现。第1次泄势成功之后，我们稍微拉一下，让剩下的2个分身尽量靠近一点，然后使用卫陀阵法将2个分身击倒，对田英真身第2次攻击再进行泄势。最后一个分身我们可以切换到8方枪，使用普攻连续攻击控制它，最好锁定这个分身，不然你的角色可能会左右乱晃，因为其他的分身虽然已经消失了，但是代码上可能还存在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如果你不锁定这个分身的话，你的角色会到处攻击。分身处理的思路就是控制住分身，然后掌握好田英出击的时机进行泄势。其他武学有控制效果的也是一样的思路。在骑术方面，我感觉比较稳的就只有围头阵法了，其他的骑术不是很实用。但总的来说，田英的这个分身技能是他无伤最难的一个点，因为3个分身临场的变化太多，就算有这样的思路，我都不觉得一定能稳定的处理这个机制。所以田英的无伤如果能让他不放出分身的话，肯定是最好的。这个分身技能的变数实在是太大了，有不少观众其实是不喜欢这样长篇大论。这个视频也是因为田英的3阶段比较复杂，所以才说了这么多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祝大家早日无伤。